今天我们来聊聊你捐出去的旧衣服到底去了哪里。过年大扫除时，许多人会清出大堆不穿的衣服，然后心怀善意的把它们丢进路边的绿色回收箱。我们以为这些衣服会送给需要的人，继续发挥价值，然而现实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你捐的旧衣服中有高达80%最后并没有被再次穿上，而是被焚烧或掩埋处理。为什么我们每一捐出的衣服最终却落得这样的命运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旧衣回收的真相，看看这背后隐藏的环境危机，以及台湾研发的一项黑科技如何试图扭转这个局面。先从全球的角度看看这个问题。近年来，随着快时尚的兴起，服装生产和消费量爆炸性增长。现在全世界每年生产约1000亿件衣服，相当于地球上每人每年制造出10件以上的新衣。衣服大量生产，价格变得便宜，人们购买的越来越多，同时丢弃的也越来越快。根据环保团体的调查，现代人一件衣服平均只穿7到10次左右就被丢掉了。想象一下，你衣橱里那些冲动购买的 T 恤、洋装，可能穿没几回就被打入冷宫。有人甚至因为不想在社群网站的照片中重复出现相同装扮，干脆一件衣服只穿一次就丢掉。于是我们的衣橱永远在新增，也永远在太旧。如此惊人的丢弃速度，使全球每年产生难以想象的纺织垃圾。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，全球时尚产业一年就产生了约9200万吨的纺织废弃物。如果把这些废弃衣服堆起来，将会是难以形容的衣物山。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些被丢弃的衣服中，超过80%最终的命运是被焚化或埋进垃圾掩埋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辛辛苦苦生产的衣服，大部分最后都变成了灰烬或者垃圾堆里的破布。很多人以为把衣服捐出去或回收就是环保，但事实上，如果这些衣服无法被有效再利用，回收箱只是把我们看不见的废弃物转移到了别的地方，制造出另一种环境负担而已。你可能会问，那些投入旧衣回收箱的衣服，不是会送给贫困地区或灾民穿吗？我们抱持的善意想象是，自己的旧衣服可以温暖他人的身体，于是每次捐衣都觉得做了件好事。但现实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的确，有些状况良好的衣服会被慈善机构挑出来，直接发放给有需要的人。然而，面对庞大的旧衣数量，公益团体能吸收的只是一小部分。大多数捐进回收箱的衣服，接下来会经由回收商或中盘商进行二手衣批发。他们把这些衣服分类打包成大袋或货柜，用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二手市场贩卖。这些出口的二手衣中，有一部分确实在异地找到了第二春，但有相当比例最终还是逃不过被丢弃的命运。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。非洲加纳是全球二手衣主要的接收国之一。加纳首都阿克拉有一座著名的坎塔曼托 Kantamanto 市场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衣物市集之一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洋垃圾服饰涌入。当地居民管这些舶来品叫做 Oboroni Wool， 意思是死白人的衣服。听这外号就知道他们对洋垃圾衣服的复杂心情。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，加纳目前每周要接收约1500万件来自欧美等富裕国家的二手衣，这数量远远超过加纳3000万人口对衣物的实际需求量，导致大量衣服滞销无法进入市集，被直接当垃圾扔掉。在加纳的海岸线，你会看到成堆的破烂衣物随波漂流或堆积路边，散发恶臭，成了令人心碎的景象。调查发现，近一半送到加纳的二手衣最终无法卖出，只能被掩埋或焚烧。那些用合成纤维，例如聚酯制成的服装更是头痛问题。约90%的废弃衣服含有塑胶纤维，在烈日暴晒和雨水冲刷下不停释出微塑胶，污染当地的土壤、水源和海洋生态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把过剩的衣服投入回收箱，想象着它会物尽其用，造福他人时，它可能被大老远运到地球另一端，最后变成当地难以处理的垃圾。善意的捐赠，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了环境的不善后，我们只是把自己制造的纺织垃圾丢给了别的国家和人民，让他们去承受污染和处理难题。看到这里，
你或许会开始重新审视家里那一袋袋准备捐出去的旧衣，它们真的能发挥善举的作用吗？还是只是在加重别人的负担？再把视角拉回我们所熟悉的台湾，台湾人其实非常热心参与旧衣回收，几乎每个社区街头都设有那种绿色的旧衣回收箱。政府的统计显示，台湾每年的旧衣回收量正在逐年攀升。例如，从2016年的约 4.89 万吨，上升到2022年的约 8.16 万吨，短短几年间翻了将近1倍。这意味着大家越来越有环保意识，愿意把不要的衣服分类回收，而不是直接丢垃圾。但回收量大增的同时，一个现实问题也浮现，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管道和方法去消化这海量的旧衣？答案是令人担忧的。由于国内对二手衣的需求有限，且出口到国外市场也有饱和风险，很多回收回来的衣服找不到去处。业者估计，在台湾回收的旧衣服中，大约60%最后进了焚化炉烧掉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这些原本民众好心回收的衣物，超过一半最后的下场仍然是被当作垃圾燃烧处理。这无疑非常可惜，也令人沮丧。大量可用的纺织纤维和资源，就这样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，不仅浪费了衣物本身蕴含的价值，也等于前端生产这些衣服所投入的水、棉花、石油、电力等资源通通白白耗掉。试想，一件纯棉 T 恤从种植棉花、染色加工到制衣，可能用了数千公升的水；一件聚酯外套从抽取石油、提炼塑胶粒到织布，也消耗了大量能源。这些资源随着衣物被烧毁而付诸一炬，还产生二氧化碳和有害烟尘，加剧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。我们以为把衣服丢进回收箱就是在做好事、做环保，结果焚化炉里冒出的白烟无情地提醒我们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再利用，再环保的旧衣回收动作都可能沦为一个表面功夫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好端端的衣服无法被再次利用，只能走向焚烧或掩埋的结局？问题的根源在于，旧衣回收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简单。回收塑胶瓶、玻璃、纸张或金属，至少材质单一，处理方式清楚明确。但衣服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消费品，一件现代衣服往往由多种材质组合而成，例如棉混着聚酯纤维，再加上氨纶、弹性纤维，增加弹性。衣服上还可能缝着塑胶的扣子、金属的拉链，印有不同成分的图案，各种材质牢牢缝织在一起，构成了我们穿着舒适、功能多样的服装，但同时也让衣服成了回收领域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。首先是分类识别的困难，当成堆的旧衣服收集回来时，要如何知道每件衣服的材质成分呢？外观看上去，棉和聚酯混纺的衣服跟全棉衣服其实差不多，手摸也不易分辨，更别说还有各种尼龙、粘胶、羊毛、涤棉混纺等等材质，五花八门。如果无法准确知道衣服是什么料，就无从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它。传统上，回收业者只能仰赖人工经验来大致分类，例如凭手感把纯棉衣物挑出来，或以燃烧闻味道的方法粗略区分合成纤维与天然纤维。但人工判断既缓慢又可能出错，人眼难以分辨的混纺布料比比皆是，结果往往是面对成吨的旧衣，细分材质这一步干脆被跳过或草草进行，导致后续可以真正再利用的比例大打折扣。就算分类没问题，混纺材质本身的回收技术也是难题。一件衣服如果只含单一材质，其实比较容易回收利用。譬如全棉的旧衣可以经过消毒碎解后，重新制成抹布、填充材料或再生棉纤维。全聚酯的衣服则可以熔融后抽丝，回制成再生聚酯布料，就像保特瓶回收再制成衣服的道理。然而，市面上大部分衣服并非纯料，而是混纺的。特别常见的像 T 恤、混纺棉与聚酯布料，用在 T 恤、衬衫、运动服上非常多。还有弹性牛仔裤里，既有棉又有氨纶橡胶丝。功能性外套可能一件衣服里含有4-5种不同材质的层次，这些不同纤维紧密交织在一起，传统回收手段几乎无法将它们分离。
假如你把一件 65% 聚酯 35% 棉的衬衫丢进去做机械回收，最后只能得到一团含聚酯和棉混杂的纤维絮。没有工厂要拿这种品质不稳定的再生料来制造新产品。化学回收方面也很棘手，要不就是需要高温高压或强腐蚀溶剂来溶解其中一种纤维，高成本且污染，要不就是根本无法同时兼顾两种纤维的完好回收。于是混纺衣物常常被贴上不易回收的标签。在没有好方法处理的情况下，大部分回收系统干脆选择放弃，将混纺衣物当成废物直接丢掉或烧掉，以免影响其他可回收材料的品质。另外，衣服上那些五金配件和装饰也让回收更麻烦。想象回收厂的工人需要一件件将衣服上的纽扣剪掉，拉链拔下，否则金属和塑胶零件会干扰后续纤维再制。这样繁琐的拆解对大量旧衣而言几乎是不可能逐一完成的任务。在缺乏自动化设备的情况下，多数回收者宁愿直接放弃回收那些结构复杂的服装。因此，可以说旧衣回收的最大痛点就在于分类难、拆解难、材料混杂、难处理。当困难超过经济价值，资源再利用的美意往往被现实压垮，最终走向销毁处理的那80%旧衣，就是这种无奈现实的体现。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堆积成山的旧衣服被烧掉吗？面对这个困境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其实都在努力寻找破解之道。而就在我们的台湾，有一个团队开发出令人振奋的黑科技，尝试从源头解决旧衣回收的关键难题。这套技术包含2大法宝，第一关是 AI 智慧辨识分类系统，第二关是超音波常温分离技术。别急，我们一一道来。先说第一关 AI 旧衣材质辨识。台湾的研究人员结合人工智慧与光学感测，打造出一台高速运转的旧衣照妖镜。在测试现场，我们看到一条传送带，旧衣服一件接一件被送进机器口中，瞬间一道光扫过，萤幕上就跳出判读结果，例如 100% 棉，聚酯纤维 80%， 加棉 20%， 含少量尼龙等等。清清楚楚，这台机器利用的是近红外光谱技术与机器学习模型。简单讲，它会发射特殊光线照射布料，不同材质的纤维对光的反应、反射和吸收特性不一样，会形成独特的光谱讯号。AI 系统已经学习了各种常见纤维的光谱特征，因而能在瞬间比对出衣服的成分。更厉害的是，它的速度极快且准确率超过90%。研究团队表示，这套系统理论上最快能做到每秒辨识一件衣服，精准度达到 95% 以上。也就是说，成堆的旧衣只要放上输送带，快速通过机器眼睛的扫描，就能被自动分门别类。曾经需要仰赖人工翻标签、烧小布片闻气味才能猜测材质的过程，如今被高度自动化的 AI 取代。不论是纯棉 T 恤、涤纶运动衫还是混纺衬衫，都逃不过机器法眼。有了这项 AI 分类技术，旧衣回收的第一道关卡迎刃而解。过去让业者头痛的分类成本和错误率大幅降低，我们终于可以大批量的将不同材质的衣物有效区分开来。分类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就如同资源回收厂把纸类、玻璃、塑胶分开一样，旧衣经过材质分类后，就可以各自走向最适合的再生利用途径。比方说，纯棉的衣物可以送去做再生纺织纤维或其他棉制品，纯聚酯纤维的衣物可以交给下游的化纤工厂熔抽丝，重新制成聚酯布料。羊毛或其他动物纤维则或许能被制成保温填充材料或毯子，但在此之前，仍有一道最大的障碍需要跨越。混纺材质怎么办？分类机器虽然识别出某件衣服是棉加聚酯混纺，可这两种纤维还是缠在一起啊，该如何把它们分开回收呢？这正是台湾黑科技的第二项绝活派上用场的地方。为了解决混纺纤维的分离难题，台湾的纺织科研团队研发出一套独步全球的超音波常温回收系统。听起来很高深，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神奇的洗衣机。不过它洗的不是干净衣服，而是要把粘在一起的不同纤维洗开来。这套系统专门针对聚酯棉混纺织物，也就是我们常见的
涤棉混纺进行分离。它运用超音波技术，在常温的水溶液中，就能让聚酯和棉花这对难分难解的伙伴劝退离婚，各自独立。原理说来也不难理解，超音波是一种频率非常高的声波，人耳听不见，但它在液体中传播时，可以产生强大的高速振动和微小气泡。当把旧衣碎布投入特定的水溶液中，并启动超音波装置，高频震荡会不停冲击纤维。混纺织物里的棉纤维在这种微小但剧烈的震动下开始断裂、崩解，最终被打散成极细的纤维素碎片，悬浮在水中。换句话说，棉被降解成了一种纤维素浆液。而另一边，聚酯纤维因为材质属于塑胶，韧性较强且不溶于水，经过超音波震动后，仍保持原本的纤维状，没有被溶解破坏。如此一来，棉与聚酯就成功实现了两相分离。棉跑到水里变成浆，聚酯还是固体纤维留在原地。我们只需经过简单的过滤或离心，就能把聚酯纤维捞取出来，而棉纤维素则留在水中收集。这个过程令人叹为观止之处在于，整个分离在常温下就完成了，不需要高温高压，也不需要剧烈的化学药剂。超音波提供了主要的物理作用力，将混纺难题在温和条件下迎刃而解。据研发团队介绍，这项技术的回收率相当高，效率也令人满意。一批混纺布料投入系统，不需太长时间就能收获纯净的聚酯纤维和分散于水的棉质纤维素，而且系统采用模组化设计，未来工厂要引进这技术并不困难，可以灵活扩大处理规模。我们不妨举个生活化的比喻，混纺衣物的纤维就好比煎成一片的蛋和青葱棉，纤维是蛋白，聚酯纤维是青葱丝，两者牢牢结合在一起。传统方法很难把煎蛋里的葱花挑干净，但超音波技术相当于把这张葱花蛋用特定的方法搅散成碎末，蛋白碎成渣，纤维素、葱丝仍是葱丝，聚酯纤维，于是终于可以把它们分开处理。当然这只是形象化的说明，实际技术中还涉及特定溶液配方、声波参数调控等专业 know-how。 不过对普罗大众而言，重要的是知道这项创新让过去无法回收的混纺料变得可回收了。随着 AI 自动分类和超音波分离这两大黑科技相继登场，一条旧衣回收的全新流程图渐渐清晰。我们将大量混杂的回收衣物倒入分选系统， AI 快速扫描识别，把纯料衣物和混纺衣物分类堆放。纯料的部分直接送往对应的再生处理链，例如纯聚酯衣物送进熔融抽丝系统变成再生聚酯粒，纯棉衣物送去制成再生棉纤维，而那些原本令人头痛的涤棉混纺衣物则被送入超音波回收系统中。在那里，棉与聚酯被和平分手，回收人员将提取出的聚酯纤维洗净干燥，接着就能送进下游工厂重新融化制成涤纶长丝或其他聚酯产品。至于分散在液体中的棉纤维素，可以进一步浓缩干燥，变成棉纸浆一样的东西。未来有机会作为原料重新纺织制造人造纤维，例如粘胶、再生纤维素，或者用于其他工业用途。如此一来，一件原本必定进焚化炉的旧 T 恤就被拆解成了新的资源，塑胶颗粒和植物纤维，不仅避免了垃圾产生，还回圈回原料供应链，可谓一举两得。根据台湾纺织研发单位的推估，如果这套聚酯棉混纺超音波回收技术能广泛应用，未来全球每年约3000万吨的纺织废料有望因此重获新生。这将是对抗纺织污染的一场革命性突破，也难怪国内专家兴奋地表示，台湾在这方面有机会领先世界，成为循环纺织产业的领头羊，把永续技术的供应链推向国际舞台。我们的传统强项纺织业或许能借此完成一次华丽转身，从大量制造新衣的王国转型为回收再造旧衣的尖兵。当然，台湾并非唯一努力研发旧衣回收技术的地方，全球各国目前都有不少针对纺织循环的创新尝试。例如，欧洲有公司开发出化学溶剂法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涤棉混纺的聚酯溶解并与棉分离。美国则有研究团队结合 AI 机器视觉与雷射切割，打造自动化系统，不仅能识别旧衣材质，
还能用雷射快速切除衣服上的纽扣、拉链等非纤维部分，在10秒内处理完一件衣服的拆解工作。香港的科研单位也曾公布过一种水热化学法，能低温将棉具混纺中的棉溶解为纤维素粉末。种种努力都指向同一个目标，破解旧衣回收难题。然而，相较之下，台湾的这套 AI 加超音波方案有着独特优势，它兼具快速、高准确和环保节能，没有使用高腐蚀性化学品，操作温度低，能源消耗少，出来的回收材料品质良好。可以说，在实现技术可行性之外，也更加考虑了商业应用的成本和环境永续，这让人对它真正大规模落地抱有期待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有了这样的黑科技，我们是不是就能高枕无忧，把所有旧衣服通通循环再生，不再需要焚烧掩埋了呢？这项台湾技术的确为困境提供了一把钥匙，但要彻底解决问题，还需要更多方面的配合和努力。首先，技术需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，需要时间和投入。我们得建造足够多的 AI 分选线和超音波回收产线来处理源源不绝的旧衣。此外，各国的回收体系也要升级配套，例如完善旧衣的收集物流，鼓励企业采用再生纤维原料，制定标准确保回收料品质等等。这将是一个产业转型的巨大工程，不是一触可及的。更根本的是，我们对时尚消费模式的反思。如果快时尚大量生产，过度消费的现状不改变，光靠再厉害的回收技术，恐怕也追赶不上垃圾制造的速度。正如环保团体所强调的，解决旧衣问题不能仅靠末端的回收和出口，更需要从源头减量。这意味着服装品牌在设计和生产时就该考虑永续，包括设计更耐穿耐看的服饰，选用单一材质，方便日后回收，减少不必要的装饰配件等等，也包括建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，让制造和贩售衣服的公司对产品生命周期负责。当衣服变成垃圾时，生产者有义务出资回收处理，而不把成本转嫁给公共环境和社会。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在推行相关法规，迫使产业改变，生产销售丢弃的线性模式，朝循环经济方向迈进。对我们消费者而言，也能做出改变。最简单的，就是在购买衣服时，多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真的需要这件新衣吗？它能陪我多久？我会穿它几次？如果一件衣服注定只穿1-2次就被遗忘，那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买下它。衣橱里堆满了闲置的衣服，不仅浪费金钱，更加重地球的负担。我们不妨学会建立一个精简而实用的衣柜，重复搭配利用那些质量好又百搭的经典单品，减少追逐速朽潮流的冲动。当衣服穿旧了，也试着发挥创意，能否改造一下继续穿，或交换给别人使用，而不是立刻丢掉。当然，无论我们多努力减少消费，总还是会产生一些旧衣不得不处理。对于这部分，回收再生就是关键的一环。有了台湾这项黑科技以及全球各地兴起的循环时尚技术，我们看到了一条走出旧衣困境的光明道路。未来也许有一天，我们穿的每一件新衣，部分纤维都来自于旧衣循环。我们不再需要担心捐出的衣服被烧掉或沦为别国垃圾，因为它们真正实现了资源再生，在环保工厂中变成了新产品的一部分，那将是多么美好的景象。然而，在高唱科技战歌的同时，我们也别忘了，最环保的衣服其实是你愿意反复穿着多年，不轻易丢弃的那一件。减量、再利用、再循环，三管齐下，才能真正减轻时尚对地球的压力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们不再需要惊呼捐出的旧衣有80%被烧掉，这样残酷的真相，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了解服装的价值，珍惜物资，循环再生。从善意的捐衣出发，到黑科技的加持，再加上观念的改变，我们终将有机会逆转快时尚带来的浪费危机，让旧衣不再是负担，而是拯救地球资源的一笔财富。你我衣橱里的每件旧衣都蕴藏着新生的可能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见证这场循环时尚的革命为世界带来改变。